大家好，我是小郑。本期视频的主题是：你真信美国会乖乖从伊朗撤军吗？就在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跳出来放话了。他说美国无意滞留伊朗，还说处理完眼前的事儿，很快就会撤离。他甚至大言不惭地放狠话，说目前所有的军事目标已经全都达成了。目前还在打，是因为川普想彻底废掉伊朗的威胁。我听到这儿，第一反应就是，这简直是满嘴跑火车，这纯属鬼话连篇。伊朗啥时候具备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了？至于当前美国国内油价一路狂飙，万斯居然面不改色地解释说这只是对冲突短暂的市场反应，还承诺只要美国一撤军，油价立马就会回落。这谎撒的连草稿都不打。万斯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因为现在美国街头有几百万人正在反战游行呢。万斯这是在强装人间清醒，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里面的门道。万斯说美国无意留下，这个美国到底代表谁？他说完全有理由认为目标完成了，这又是谁定的目标？在美国这种连集体领导都不讲究的散沙政坛里，这种确信的表态太反常了。他这番鬼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千万别天真的以为美国老百姓反战就是心存正义。兄弟们，咱们翻翻历史底牌就全明白了，美国人什么时候才反战？陷入泥潭了，死人多了，他们才反战。当年打海湾战争赢得多漂亮，你见有几个美国人上街反战了？打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反战了吗？赢了那就是拉动经济，赢了那就是创造就业，一旦打输了那就是执政党的错，那就是总统的锅。搞委内瑞拉的时候咋没人上街呢？下一个眼看就是古巴了，怎么不见他们提前上街反战呢？所以万斯现在出来擦屁股，纯粹是因为前线彻底演砸了。话说回来，万斯这人精明得很，开战前他可是连个屁都没放。很多人猜他反战，但现在看根本未必。他只是表达了不想纠缠在伊朗，可没说他反对打仗，现在跑出来装理智。为什么？因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这两个地道的草台班子，把跟伊朗的谈判彻底搞砸了。我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这两个搞房地产的家伙整天玩俄乌战争和加沙停火那一套两面三刀，既不跟普京说实话，也不跟川普交底，既不跟哈马斯说实话，也不跟以色列说实话。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想借机为自己疯狂捞取政治和经济好处。他们以为中东是纽约的楼市呢，以为随便忽悠两句就能空手套白狼。结果呢，这招在伊朗面前直接失灵了。你面对的可是宗教极端分子，伊朗革命卫队是搞输出革命的强硬派，人家根本不吃你这套美式商业欺诈。其次，你美国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击垮这么大体量的国家。再者，革命卫队对国内的控制那是极其残忍且有效的，这时候你玩任何欺骗都会引发大爆炸。这就叫库什纳他们演砸了，他们太傲慢太自信了，完全不知道革命卫队是群什么人。那个所谓的15点和平计划绝对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合伙骗川普的障眼法，他们战前根本没和伊朗方面有效对接，估计伊朗当时假装答应了这15点，但现在情况全变了，你把哈梅内伊拉等一大票高官全炸死了，你这15点人家少壮派根本不认，所以现在想重新接触那就必须换人。再看看美国高层这帮人，简直就是个巨大的滑稽的草台班子。就在3月27日，万斯跟内塔尼亚胡通了个电话，万斯当时态度极其恶劣，直接在电话里开骂，怪内塔尼亚胡误导了美国，夸大了搞垮伊朗政权的可能性。结果内塔尼亚胡根本不听他废话，挂了电话，转头就轰炸了伊朗的2所大学，这完全就是疯了，我都不想多评论。炸大学算哪门子军事目标？大学能对你以色列构成什么致命威胁？下一步是不是还要炸中学乃至小学？这不就是妥妥的国家恐怖主义吗？万斯气得跳脚，但他在白宫有实权吗？压根儿没有。他在战争决策上毫无影响力。开战前，赫格塞斯排长、参谋长凯恩、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帮主战派在海湖庄园开御前会议，压根儿就没叫万斯去，这就像极了咱们清朝的宫斗大戏。这就等于几个军机大臣跟着皇上在养心殿喝小米粥一事，面前摆着7大碟8大碗，万斯呢被一个人发配在乾清宫外面喝西北风。白宫现在算个什么鬼地方啊？还有人去那儿正经办公吗？
让万斯留守白宫和把他直接流放有什么区别？谁才是真主事儿的？这还不一目了然吗？现在的局势就是库什纳他们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现在甩手让万斯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万斯还不敢乱说话，说错半句，他的政治生涯就彻底完蛋了。别看万斯长得糙，人家好歹是个作家，人家是真正上过伊拉克战场的，比赫格塞斯那个纸上谈兵的排长懂行多了。他深知中东那就是个深不见底的泥潭，他太了解那些宗教极端分子有多难缠了。但这帮草台班子里有人信他吗？现在美军深陷战争泥潭，这就说明万斯当初是对的，但这反而会让卢比奥、赫格塞斯甚至川普更加记恨他。那行吧，你万斯说的都对，那这事儿交给你处理吧。他现在咋处理？要人没人，要钱不给，还绝对不敢得罪那些极端保守的基本盘。万斯现在就像个不受恩宠的王府庶出公子，被强行派去重灾区赈灾，干好了没你的赏赐，干砸了直接被灾民生吞活剥。很多时候我甚至有点怀念拜登了。拜登在台上的时候手段老辣，懂得利用以色列内部的反对派，把内塔尼亚胡搞得死去活来，这才是合格的政客做派。川普呢，一会儿被普京当猴耍，一会儿又被内塔尼亚胡呼来喝去，这面子丢得实在难看。现在万斯能搞定已经彻底杀红眼的内塔尼亚胡吗？说句题外话，昨天以色列的参谋长自己爆料说，以色列常规部队已经完全崩溃了，意思就是以色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就奇了怪了，长期高强度作战的空军飞行员都没崩溃，常规部队怎么就先崩溃了？这其实就是在隔空给川普施压喊话，意思是我们要顶不住地面战了，感觉川普的战争叙事已经快编不下去了。但这些都只是表象，伊朗人不是想跟万斯对话吗？那就让万斯出来露个脸，给伊朗人一点虚无缥缈的希望。然后美军在背后该干嘛还干嘛，我为什么敢这么断言？因为核心矛盾根本没解决。你万斯说美国无意滞留伊朗，那请问没把伊朗彻底打服你就敢撤？美军在中东的几十个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还要不要了？以色列这颗棋子还保不保了？最核心的石油美元霸权还要不要了？美股和美债崩盘了怎么办？所以美国根本就撤不了，除非把伊朗打成废墟。我从不怀疑美国的硬实力，我也不怀疑伊朗迟早有一天会倒下。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时间，时间是美国眼前最致命的敌人。最后能把美国拖垮的绝对不是前线的几场败仗，而是漫长的消耗战。现在胡塞武装已经正式参战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更是火力全开，甚至把美军的一架鄂预警机都给干下来了，这让川普觉得面子丢尽了。于是今天以军就像疯了一样狂轰德黑兰，还到处吹嘘已经摧毁了伊朗 90% 的关键军工产能，这种鬼话我已经懒得听了。前几天他们还吹嘘摧毁了 90% 的导弹呢，他们爱吹就让他们吹吧。目前的真实态势是，美国无论愿不愿意打地面战，他都必须亲自下场了。川普现在没有任何退路，退一步就等于承认自己政治上的死刑，这也是他反复犹豫要不要直接梭哈的根本原因。地面战是肯定要打的，规模大概率不会很大，但不登陆川普就全完了，硬着头皮登陆或许还能搏出个一线生机。不仅如此，美国的所谓速胜方案已经曝光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目标直接锁定在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计划就是打完伊朗的反间阵地就跑，不设军事管制区，坚决不搞战后重建。为什么这么怂？因为美国就想拿这个破岛当筹码，逼着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你开海峡，我就把岛还你。感觉赫格塞斯排长和他的幕僚们已经彻底急疯了。我不怀疑美军的实力能拿下哈尔克岛，但致命问题是你拿什么防守？你不怕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和重型火箭炮在大陆悬崖上对你狂轰滥炸吗？兄弟们，咱们最关心的还得是自己的钱袋子。这次草率的登岛作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绝对是核弹级的。美军刚占领岛屿那几天，原油价格可能会配合川普提前布下的天价空单来个闪电跳水，直接跌回到开战前的85美元左右。但是这戏还没完，这取决于美军登陆部队能在岛上死撑多久。等登陆部队被炸得扛不住开始撤退的时候，石油美元的信用将彻底扫地，5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也会随之蒸发。
紧接着就是美元开启新一轮的断崖式暴跌，并且叠加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到时候美国政府可能就要被迫在国内下手了，对现在那39万亿美元的天量债务进行强行化债。在这个旧秩序崩塌、新货币还没立住的极度动荡期，国际局势会乱成一锅粥。这时候资金是最聪明的，最稳妥的避险选项就是疯狂涌入黄金、白银和原油等大宗商品。万斯想带领美国从美伊战争的泥潭里爬出来，这急迫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他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他说美国无意滞留伊朗，这番话既是在拍川普的马屁，也是在给自己留足提前量的后路，纯粹是为未来美国本土可能遭到报复性袭击提前找好说辞。我感觉万斯这次虽然是被逼出来表态的，但他心里在盘算另一盘棋，他在冷眼旁观，他在等赫格塞斯这帮人登岛后陷入后勤补给的死局，等他们焦头烂额，原形毕露。到时候黄金和原油就会出现可怕的同步暴涨。接下来万斯就要趁乱布局未来的大选，提前接手整个 MAGA 盘子了。但他这么玩极其危险，感觉现在的美国就像是官渡之战后期的袁绍阵营，川普就是那个刚雄自用、好大喜功的袁绍，万斯就是那个倒霉透顶的谋士举手。万斯表现得越是正确，川普、赫格塞斯和卢比奥这帮人就会显得越发无能，就会让那些狂热的 MAGA 基本盘看不起。举寿当年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的意见每次都跟袁绍死磕，结果每次事后都证明他是对的，最后袁绍怒火攻心，直接把他杀了。川普可是连子弹都挨过的人，万斯这把玩火以后怕不是也得防着点背后的冷枪了。当然了，万斯说的话也不全假，川普或者内塔尼亚胡想要彻底稳定中东局势，想要把伊朗彻底按死，这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上次美军在阿富汗搞所谓稳定，足足耗费了整整20年，最后还不是仓皇逃窜，啥时候能稳定，谁也不知道。当然了，在这漫长的维稳期间，美军每天烧掉的军费都是天文数字。希望在这个疯狂的过程中，美国的债务雪球不要直接爆炸。总结一下，万斯这次跳出来讲话，绝对不是他主动邀功，100%是被逼出来扛雷的。所以我们能明显看出他讲话前后矛盾，充满了不合逻辑的破绽。但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出来，他现在正在刻意的、小心翼翼地跟川普的疯狂战车划清界限。但这帮政客搞出来的这堆烂摊子，最终买单的永远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钱包。在这个草台班子彻底崩盘之前，兄弟们一定要捂紧钱袋子，看准大宗商品的避险大机会。好了，兄弟们，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再见。